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啊。今天是周一，周一的下午呢是我的正常门诊日啊，正常门诊日。今天呢全是现成的，没有一个之前的存货啊。今天到最后吧啊，来了一个硬菜，咱们先上这个吧。后面有点真菌的。这因为有一阵儿没遇到这种顶天立地的牛肉干啊，这个就以前咱们老说的一句话，就叫什么天赋异禀啊，天赋异禀，没有经过任何加工，这人也从来没碰过这耳朵啊，这全是纯天然。好在他给我留了个缝儿，还不是那种有一些呢，确实需要先点点药啊，润滑润滑。这个钩子下去以后呢，直接就咱们怎么说，有一个搭手的地方啊，直接给蹬出来。这个也确实是从内蒙来的啊，内蒙的粉丝朋友介绍过来的，千里送牛肉干，而且这个不光是外边前面这是两块两块，一般大部分人就前面那个刚才那一钩子一块就完事了。这个还是比较少见，还单独的里边还有一块这个是给的恰到好处太小的话，一般它自己就能掉出来了太大撑得太满呢，那么在取的过程当中就很费劲。这个就是不大不小，正好合适很容易钩子就出来。外耳道擦的有点红但好在没有破。外耳道的底壁有一块蹭红了因为这位置皮肤非常的薄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盲目用棉签这个棉签稍微往上一蹭这就容易烂了就别说那个什么金属的挖耳勺子之类的好，这是第一个忽视的牛肉干第二个呢，严格说不是叮咛这个应该是一个外耳道的湿疹湿疹的一些渗出结痂这些东西最后这个是拿棉签加工过的，中间可以看到棉签捅的这个凹陷这个主要是太窄了，这人的外耳道空间极度狭窄。刚才同样的一个规格的钩针同样规格的钩针，就前后两个钩针是大小是一样的，在那个里边就施展相对比较容易这个呢进去以后就比较困难外耳道口耳甲腔的区域还有这种湿疹形成的结痂，外面就不要硬去 K 它了，这种地方接下来以后就容易马上就有时候出血有渗出这种通过涂抹这个软膏慢慢让它，看这底下已经有破的地方，耳甲腔的这个湿疹的区域这是两道比较怎么说呢，清新一点的。下面就是真菌真菌性的外耳道炎。这一侧对，里边可以看见真菌的菌丝有时候猛一看，有些不太熟的朋友还以为鼓膜穿孔呢，里边有时候像个洞实际上它是在外耳道形成了一层环形的这种栓塞物中间有一个缝隙。如果有的说内径不清楚，容易误认为是一个穿孔
这个真菌比较黏，不是那种咱们鱿鱼丝这样的干片啊，所以这个靠钩子啊还勾不动，就得拿这个信器往外嘬。真菌单纯清理啊，肯定是不行的啊。对，上一期就是讲的真菌的问题，很多人老觉得为什么耳朵里脏东西这么多啊？当然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别人有多少。外耳道里清洁如脸的不是没有啊，有一小部分人就是丁宁分泌特别少，外耳道空空如也，有这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这种丁宁的碎屑啊，小的这种干燥的小片啊，这种是。大概可能几个月啊，1-2个月会有一些能够自然脱落，这个没事。但是如果说每隔几天就有大面积啊，或者有时候1-2周吧，就有明显的这种大的这种片儿出现啊，清理完以后很快又有，这种一定要得考虑。真菌不是这个丁宁以外的这个可能啊，真菌啊、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信气进去。包括鼓膜的表面啊，这个人的耳道也不是特别宽，而且特别怕疼啊。这个朋友一直在躲啊，一直在躲啊。清理完了以后啊，局部打药，这是一种标准流程了啊。其实就是真菌的治疗本身，如果有耳内镜的话啊，诊断并不复杂，看得多了，一眼就能认出来。治疗呢，在耳内镜下就比较容易啊。如果没有耳内镜，单靠肉眼啊，容易误诊，然后后续的清理啊，因为有一些之前说过这个事啊。我们有一些医疗机构的耳内镜呢，只是当照相机用，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做耳内镜检查的人员不会做操作啊，会做操作的医生他只是开检查单的，这个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状况啊。像真菌这种呢，不太会像就前面的牛肉干那样清理了以后外耳道干干净净，因为它总是边边角角会有点残余，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清理完了以后要用药的一个原因啊。它剩下的这个真菌的孢子啊，这个很容易就繁殖。你看这人是同样啊，两边那边一侧，这边是拿棉签捅过的，这真菌的皮给卷进去了啊。对，这次去的那个叫昆明啊，才知道有个叫乳扇的，我当时只觉得这个乳扇很眼熟啊，今天突然想起来，跟这种黄色的真菌卷很像啊。我最早以为是什么排骨之类的东西，后来看到那个街边卖的写的乳扇，我一看，钩针清理这个相对就干燥一点啊。大部分勾出来啊，里边发霉的这个真菌毛。钩针啊，继续操作。因为这种温硬度的话，也可以用钳子了。小的我们的小圆钳伸进去夹出来啊。OK， 里边还有点残余啊，进去在鼓膜的表面啊，对，还有一点。
剩下再拿信器啊打扫一下，把这种肉眼可见的尽量的清理啊，这样子用药的能缩短用药的次数。残余的太多的话，就有时候上药的需要多上几次。实在没有耳内镜检查条件的啊，那就浸泡冲洗吧。当然，你要能看见鼓膜的话，比较踏实啊。因为我之前也碰到过不少例同期有鼓膜穿孔，如果你判断不清啊，那就有点撞大运。鼓膜没事还好，一旦有穿孔的话，这一冲下去可就后果不好说呀。这人我刚才说了，就同一个人啊，怕疼啊，这清理鼓膜表面剩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一直在躲啊。这个在外耳道做这个负压吸引的时候啊，鼓膜会出现这种比较快速的频繁摆动啊，这种可能是导致在操作的时候出现短时的这种眩晕感啊，因为好多人坐在那儿有点天旋地转啊。双氧水浸泡，把鼓膜最后表面稍微清理一下，然后最后就是咱们最常用的裱花啦，这个就 so easy 了啊。肉眼可见啊，尽量的去清理。好，然后又到了咱们的裱花环节啊，最后这个就很简单啦，药膏打进去啊，打完以后呢，会有1天左右的这种闷堵感啊，1天左右的闷堵感，然后这个软膏随着它的吸收，闷堵感啊，还痒，这个非常常见啊，会痒的比较厉害。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周4再见。